们要抗议。抗议什么？抗议你们用野蛮、恶毒的行为对待我们。虽然我们在战场上失败给了你们，但我们不是蠢材，我们也有做人的尊严。这是黄维跟王英光的第2次正面交锋，原因还是蔡守元跟叶立三打架的事情。叶立三也因此被胡大树体罚。在体罚的过程中，胡大树不停用过激的语言阐述国民党失败的事实，这让狱中的黄维听到非常的刺耳。为此，所长王英光一回到功德林，黄维就立马跑来抗议。你是知道的，语言也可以杀人。今天在操场上，你们对叶立三的行为就是对我们的精神摧残。第1次交锋是黄维刚刚进入功德林的时候，当时两人就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一问题进行辩论。黄维被王英光对得哑口无言，最终宣告完败。这次黄维又以我军曾说过对他们实施人道主义但又出尔反尔的行为进行抗议，摆明就是想告诉王英光，你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形式主义，并没有把我们这些战犯真正当人看。如果从今后你们还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对待我们，把我们当作蠢材的话，那你们的目标不可能实现。另外，我还要告诉你，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不止我一个，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只是他们胆小，没有人敢像我这样向你当面提出抗议。作为一个所长，王英光是要接受黄维的意见，但在他看来，黄维的话过于严重了。如果一个简单的跑步就能算作残酷的处罚手段的话，那当年国民党对待抓获的共产党人员用上的手段呢，已经不能用残酷来形容了。那些被国民党抓获的共产党员，很多都是在国民党的折磨和毒打中死去。那这些死去的同志又该找谁抗议，找谁说理去呢？显然黄维还是分不清大小王，但对付黄维这种人，王英光自然有对付他的办法。你想说什么？据我所知，你们对待官兵的惩罚有4种：第1种，军棍伺候；第2种，不给吃饭；第3种，罚做苦役；第4种，直接枪毙。这些手段你应该非常熟悉。慈不掌兵，怎么了？慈不掌兵，你说的真好，因为你觉得你是在管理部队。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支更加难以管理的学员分队？但是你熟悉使用司空见惯的这些手段，我们从来就没有使用过，在功德林更没有出现过。我们的手段就是学习、改造、提高认识，不行就再学习、再改造，除此之外不曾使用过任何暴力手段。怎么样？你现在还要指责我们野蛮吗？黄维再次被王英光的话对得哑口无言。第2次交锋，黄维又一次完败，但于中的思想让他依然不服，以至于在后面的学习改造中越发顽固。杜一鸣，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还好吧？我们都挺好。杜聿明终于伤愈出院，并由2名战士和邱行香护送回到功德林。进门的那一刻，王耀武和陈长捷就注意到了这一幕，两人看到后赶忙上前帮忙搀扶。而在远处的刘安国和叶立三也注意到了门口的情况，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谈论了起来。看来病好的差不多了。前2天听说差点不行了。这么快就出来了？共产党对他不错呀。我听说，为了给他治病，所有的药都是派人从香港买回来的。是吗？这2人作为目前功德林里面的顽固派代表，自然无时无刻都想搞些反动的事情。随着杜聿明的回归，跟杜聿明关系好的几人就坐在外面晒着太阳聊天，刘安国也主动凑了上来。他们谈到了国民党的战败经过，随后便谈到了淮海战役。杜聿明作为这场战役的实际指挥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淮海战役，无论是对共产党还是对国民党，都是生死攸关呐。对国民党应该更加重要。共产党要是输了淮海战役，最多休整数月，卷土重来；而国民党这边输了淮海战役，就大势已去。对于陈长捷的补充，杜聿明非常的赞同。他表示，国民党不管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都不占优势，完全是赶鸭子上架。虽然国军在兵力和装备上占据了优势，但经历了辽沈战役和山东战役的惨败后，上下官兵人心惶惶，士气低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老蒋还妄想以这样的部队赢得淮海战役，达到划江而治的美梦，
根本就是痴心妄想。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还可以收集300万作战部队，无论是防江还是防淮，都有的一战。可陈长捷表示，没开战之前，老王早就劝过老蒋放弃东北和山东，退守江淮或者江南，可老蒋就是不听。等淮海战役打响，再想退守黄花菜都凉了。老蒋这人，平生连根羽毛都舍不得丢弃，他就是那种性格。用刘安国的说法，我军在每个战场都能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而国军在每个地方就像拉屎一样，这里一滩那里一滩，以至于在东北被歼灭100多万精锐，在山东又损失40万大军。哎呀，老蒋根本就不会打仗，国军有他这样的统帅，那是人家共产党的福气。淮海战役之后，老蒋那边有什么说法吗？他还能说什么呀？他就怪你呗。对于杜聿明的询问，刘安国添油加醋的把自己从国军那边听到的情况都说了出来。他表示，老蒋身边的人都是些阿谀奉承之辈，他们肯定不会承担责任的，老蒋更不会自己背这个锅，那只能你来背了。好，那他们怪我些什么呢？说着可难听了，他们说你指挥无能，进退失据，调度无方，说东北和淮海2大战区的最终失败，主要都是你的原因，你的责任。说你丢了东北，又丢了中原，说你是前骨碎人。听到刘安国的这些话，让对国民党还心存幻想的杜聿明瞬间心如死灰。他怎么也想不到，他带着伤病用担架抬着上战场，为老蒋付出了这么多，最后还落下了一个这样的罪名。绝望的心情让他眼眶都湿润了。而此时在场的不少人都为杜聿明打抱不平，认为老蒋把好好的一把牌打烂了就只会甩锅，这已成为众人公认的事实。不说了，丧家之情，败军之将，有什么好说的？正当杜聿明想离开这个伤心地，回房间休息的时候，刚站起身的他经受不住打击，竟然晕倒了。随后便被紧急送往医务室进行抢救。刘安国也凭借一张嘴成功放倒了杜聿明，但他并没有因此满足，他要把这些积极改造的学员全部拉下水。他下一个目标便是王耀武。